我死后当天，姐姐的婚礼照常举行。她穿着婚纱，嫁给了我的男朋友。我妈打了好几通电话没人接，愠怒地骂我白眼狼。弟弟发消息斥责，你就这么小心眼，2年前的事情记到现在。一向寡言的爸爸冷着脸说，你告诉他，今天不回家，我们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。他们并不是真的希望我回家，只是不希望姐姐的婚礼因为缺少我的祝福而不够完美。可是我已经死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我就知道我在这个家里不讨人喜欢。妈妈去外地出差，回来时带了2个新款玩具，分给了许泽和许娇。分完她就要走，却被我拦住，细声细气地提醒，妈妈，还有我。你也要？我妈皱着眉，不耐烦地说，很贵，我身上带的钱不够，莫算你的。那时候我才5岁，但已经对别人的情绪有了隐约感知。何况那个人是我的亲生母亲。而现在，在姐姐的婚礼现场，我妈与几个亲戚客套完，走到角落，背过身，一遍又一遍地拨着我的电话，始终没有人接。到第3个的时候，直接被挂断了。她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，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，许桃，我是你妈。许泽走过来，安抚地拍着她的后背，妈，你别生气，为了许桃不值得。你还不知道吗？她就那样。我妈恼怒又委屈的情绪，终于在她最疼爱的小儿子那里有了出口。你们3个孩子，我在许桃身上付出的心血最多，当初生她的时候明明是龙凤胎，就连医生都说她是抢了你哥哥的营养才活下来。这句话从小到大，我早已听她重复了无数遍。到最后，往往是我被惩罚一毒，锁在房间里，看着他们一家4口出门散心。妈，你别生气，放心，今天就算是绑我也要给他绑回来。许泽安抚好我妈，转头给我发了很多条微信。许桃，你最好在1个小时内出现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明知道妈心脏不好，还要气她。一个男人也值得你记恨到今天，何况姐姐不也是你的姐姐吗？发出这句话后，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顿住。几秒后，他收起手机，转头去帮着招呼客人了。是啊，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吧。许娇是他的好姐姐，是我爸妈的好女儿，怎么会是我的姐姐呢？我往楼上飘过去，看到许娇坐在化妆间里，化妆师正为她补上微微花掉的眼妆。她攥着爸爸的手，眼睛里水光朦胧。爸，淘淘真的不来了吗？她是我妹妹，我最重要的日子，真的希望能得到她的祝福。在我面前从来严厉到冷漠的爸爸，拍着她的肩膀，轻声安抚。不会的，我让阿泽联系他，不会让你留下任何遗憾。他在走廊里找到许泽，冷着脸说，你告诉许桃，今天不过来，我们全当陌生过这个女儿。爸，他根本不回我的消息，连妈打电话他都不接。许泽咬牙切齿地说着，我就知道，像他这种人，天生没良心。一开始答应我们，就是故意给我们希望，想让姐姐最重要的日子不痛快。今天是许娇最重要的日子，她就要穿着婚纱，嫁给和她恋爱2年的男人宋斐。2年前，我把宋斐带回家时，许娇对他一见钟情。我至今记得，她看到宋斐的一瞬间，眼睛都亮了，
晚上找了个借口约我出去散步。他给我买了杯奶茶，挽着我手臂晃啊晃。淘淘，我真的好喜欢宋斐这种类型的男生，你这么优秀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，就把宋斐让给我好不好？我拒绝了。可回学校后不久，宋斐就向我提了分手。我反复追问理由，他大概是被我弄烦了，一把甩开我的手。我跌坐在地上，掌心被粗粝的地面磨破，传来刺痛。而他无动于衷，只是用厌恶的眼神看着我。还想瞒着我吗？连你家里人都看不下去，告诉我了。某个我妈忽然喊我出门和她买菜的早上，我的弟弟许泽拉着宋斐，告诉了他一些关于我的真相：人品败坏，偷家里的钱，霸凌同学，乱搞男女关系，大学的时候打过胎。说到最后，正义的许泽叹了口气。许桃是我的姐姐，我很想向着她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掉进火坑里。蹭破皮的掌心还在发痛，我坐在地上，仰头看着宋斐，听着他口中复述的事情经过。最后一个字音落幕，我忽然笑起来。他皱着眉，你还想辩解什么吗？我摇摇头，笑着说，他们说的都对。宋斐对我本也没有多么深重的感情，何况跟他讲我有多么坏的，是我的家人，我至亲至爱的家人。我活着的时候，他们无人关心，死后当然也无人知晓。说话间，宋斐来了，穿着西装，特意弄了发型，显得人更加俊俏。他亲了亲许娇的脸颊，柔声问，许桃还是没到吗？许娇含着眼泪点点头。算了，别管他了。宋斐脸色一沉，这种人来了也会弄脏我们的婚礼。娇娇，今天你是新娘子，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掉眼泪。许娇顺势搂住他的脖子，仰着脸，神色难过。不管怎么说，桃桃都是我的妹妹。她的表情看上去始终真心实意。就像3年前，作为优秀毕业生，学校提出希望毕业典礼那天，我爸妈能够到场，上台说2句，也方便学校拍照宣传。我反复组织措辞，把电话打回家，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。我妈答应了。可就在当天早上，她打来电话，告诉我她和我爸来不了了。娇娇生病了，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，我们不放心。视频里，许娇顶着一张面色微白的脸，歉意地看着我。对不起桃桃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你一直都很独立，爸妈不去，你也一定可以处理好的。桃桃，毕业快乐。毕业快乐？我怎么会快乐呢？在我毕业典礼这天，我跟老师道歉，跟学院道歉，跟活动处的教职工道歉。路过摄像机时，恰好听到有人在抱怨，流程都排练好了，这下又要重新弄。什么垃圾，就这还优秀毕业生？典礼结束时，我拿出手机，恰好看到许娇发了条朋友圈。其实只是场小感冒，但爸妈都很关心地照顾我，生活中的小确幸。配图是他们一家3口的合照，背景是在许娇的卧室，他们甚至连医院都没去，真是好严重的病啊。宴会厅内放着悠扬的钢琴曲，许娇穿着长长的鱼尾婚纱，抱着一大捧白玫瑰走向宋斐。爸妈致辞之后，就轮到许泽，他站在台上，玩笑地冲宋斐挥了挥拳头。我就这么一个姐姐，是全家人的宝贝，你要敢对她不好，全家人都饶不了你。宋斐凝视着许娇的脸，语气深情至极，我可舍不得。台下鼓掌声响起，台上温馨一片。我的灵魂站在台边的花树上，木然地看着他们。我以为自己会心痛，
但可能是死前已经把这一生的疼痛都经历完了。我只是冷眼旁观这一切，心里空空洞洞，好像有风吹过。某张桌子前，有人在窃窃私语：哎，我记得许家有3个孩子，怎么许泽说他只有1个姐姐？还不是他家那个2女儿许桃。泽，学习好有什么用？做人最要紧的是人品。托我爸妈的福，我在2边亲戚那里也是恶名远扬。其实小时候有一个姑姑对我还是不错的，过年时来走亲戚，她送了我一个毛绒小海豚的玩具，只有我一个人有，许泽和许娇都没有。许泽霸道惯了，让我给他玩，我不肯，他就直接拿剪刀把海豚剪碎了。没过多久，姑姑去而复返，来拿她忘记拿走的围巾，正好看到满地碎片。为了维护她心爱的小儿子的名声，我妈告诉姑姑，淘淘不喜欢这玩具，非要拿剪刀剪碎了，说是不想看见。姑姑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后来每次来走亲戚，她连给红包都略过我。这事之后，我妈大概是有点愧疚，对我好过一段时间，但很快也就消散了。在我们家，爸妈的偏爱有着明确的分工。许娇出生那年，我爸的生意有了很大的起色，他认为这是许娇带来的好运气，所以最宠她。而我妈最疼爱许泽，因为这是她生了3个才盼到的小儿子。至于我，出生后白白胖胖，我的同胞哥哥却连24小时都没挺过去，他们都觉得我不吉利。小时候，我总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许泽和许娇想吃什么，第2天餐桌上就有什么。而我明明海鲜过敏，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只是因为许娇说了一句想吃螃蟹，我爸就把地方定在了海鲜餐厅。我12岁那年，隔壁县地震，当时全家人正在家午睡，爸妈想也莫想，一个人抱许泽，一个人抱许娇。我跌跌撞撞地往楼下跑，看着摇晃的天花板，哭得声嘶力竭。但没有人会来救我。12岁的时候是这样，我被那个司机掐着喉咙拖到荒无人烟的山下树林里时也是这样。下午，婚礼圆满落幕。送走了客人之后，我爸立马沉下脸，让我妈继续给我打电话。许娇眼圈红红的，眼尾贴着的几颗水钻折射泪光，她握着爸爸的手，语气善解人意：算了吧，爸。淘淘还是个孩子，可能是在闹小孩子脾气。我毕竟是他姐姐，不该和他计较这些。果然，我爸眼中掠过一丝心疼。许泽不满地说：姐，你就是把她想得太好了。你把她当妹妹，她有把你当过姐姐吗？许娇咬着嘴唇，看上去几乎快哭了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她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许娇永远都是这样，家里人对她偏爱已经明显到不能再明显的地步，可她仍然觉得不够。我知道，那是因为她憎恨我。其实最开始，我妈虽然不喜欢我，但对我莫那么差。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她也会拎回来一个蛋糕给我庆祝。只是点起蜡烛，我正要许愿，许娇突然哭了。她擦掉眼泪，故作坚强地笑了笑。没时磨，只是突然想起，本来今天过生日的应该是2个人。一句话说得我妈变了脸色。我双手合十，正要许愿，她忽然粗暴地拔掉蜡烛。吃，就知道吃。许桃，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就是因为你才死的？你有没有心？我被吓到，呆呆地看着他。我妈更加生气，直接把蛋糕扫进了垃圾桶。她进卧室后，我满眼是泪地看向许娇。没有其他人了，她终于向我袒露真实的情绪。10岁的许娇脸上仍然带着温柔的笑意，
吐出的话却像淬了毒的刀锋。许桃，你为什么要出生呢？他用温热的指尖拂过我的脸，然后忽然狠狠拧了一把。本来爸爸妈妈只爱我一个人，现在你分走了他们的爱，你就应该和弟弟一起死。我始终不明白他这样恨我，可偏偏许泽出生后，他又对他很好。我高考那年，许泽即将初3，最关键的一年，但我爸的生意忙到走不开，我妈也在升职的关键时期。我妈要求我报本地的大学，平时方便照顾许泽。我没有答应。她用冷冰冰的眼神看着我，许桃，家里什么情况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去上学之后，已经22岁的许娇突然要学钢琴。我妈叫人扔掉了我的床和衣柜，把我的衣服打包丢进杂物间。我的卧室变成了许娇的钢琴房。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视频，是她坐在新买的昂贵钢琴前，阳光洒落，而她笑容恬静。我打回电话，我妈还在为我不听她的话而生气，嗓音很冷淡。反正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我说什么都不听，这个家你也不打算回，留着房间干什么？许娇接过电话，桃桃，你别惹妈妈生气了好不好？等你回家就和我睡一个房间，家里不会让你没地方住的。哪怕他已经极力掩饰，嗓音里还是带着一点笑意。我刚离开1个月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把我赶出这个家。而我妈选择了默许和纵容。下午，许娇跟着宋斐回了他们的新家，而我跟在我爸妈和许泽身后。许泽开着车，爸妈坐在后座，空荡荡的副驾一直以来都是留给许娇的。我坐在上面，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我的罪过。他就这么恨我，恨这个家，连他姐姐的婚礼都不愿意回来参加。我妈疲倦地靠在我爸肩膀上，我觉得自己的教育真的很失败。我爸心疼地拍了拍他，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不值得你为他费神。我扭过头去，仔仔细细地观察他们的表情，试图从上面找到哪怕一丝关心，可是没有。我突然的失联，只让他们觉得恼怒和憎恶。没有一个人有1秒钟怀疑过，我是不是出事了？明明是一道灵魂，可我竟然还会流泪。我一边流眼泪，一边笑着问妈妈，你真的有爱过我吗？这么恨我，为什么要生下我？同样的问题，很久之前我也问过一次。那时我初3，学习很紧张的一年。我爸在外地谈业务，许泽年纪还小，许娇刚上大1。我妈得了肾结石，是我每天学校医院2头跑地照顾她，累瘦了一大圈。我妈好像也有动容，那个月给了我比许泽更多的零花钱。遇上邻居，她跟人家夸了好几遍，说我懂事、孝顺。我被同学欺负，她甚至去了趟学校，为我出头。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。直到那天下午，我们一起过马路时，她不知道怎么挽住了我的手。这样母女间的亲昵，对我来说实在太过陌生。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挥开了她的手，以至于她踉跄着后退了2步。正值黄昏，绿灯转红，一辆小轿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擦过。我妈看我的眼神又慢慢变了，是一种我很熟悉的冷淡。她绷着脸，淡淡地说，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那天晚上，我几乎被懊悔和茫然的不知所措吞没，拿圆规在自己胳膊上扎出好几个窟窿，连疼痛也不能缓解我心里横冲直撞的绝望和焦躁。最后我走进我妈的房间，问她，妈妈，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生下我？我妈闭着眼睛，一言不发。
可我知道他默睡。我生前他都不屑于回答，如今死了，他听不到，更不会回应我。晚饭过后，许泽又给我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这一次居然被接了。他满腔怒火终于有了发泄的出口。许桃，你是畜生吗？姐姐结婚你不回家，惹爸妈伤心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耍我们很好玩啊？安静片刻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嘶哑的男声：我是她男朋友。他说，你们一家人都挺恶心的，不会回去见你们。别再打来了。电话挂断。许泽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片刻后忽然暴怒地踢翻椅子，骂了句脏话。可我已经浑身僵硬，失去了全部的力气。在那道声音响起的一瞬间，我就被强行拖进那段回忆里。我死前因为加班错过了最后一班高铁，只能打车去汽车站。司机是个面色苍白的年轻男人，眼神有些阴沉，有些眼熟，但我的大脑实在困倦到极点，抱着东西靠着车窗休息。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，他像所有司机那样和我闲聊了几句。这时候许娇突然打来了电话。身为准新娘的她，连婚礼前夜都不忘来刺激我一下。桃桃，明天我就要嫁给宋斐了，还真是有点激动的睡不着。她温温柔柔地说，谢谢你带她回家呀。我抿了抿唇，声音里压着怒火。许娇，这种恶心话，这种肮脏手段，你还要玩多少次才会腻？她像是完全察觉不到，语气甚至更加轻快甜美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婚礼你一定要来哦。我挂了电话，忍不住呼吸急促，胸膛剧烈起伏。司机忽然出声，和家里人吵架了。我皱着眉抬起头，才发现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开到了一片荒凉的野郊。心脏一下子跳得极快，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问他，你要多少钱？可他要的不是钱。连续加班让我疲倦至极，手脚发软，根本躲不开一个年轻男人的力气。他捂着我的嘴，把我拖进小树林。夜晚的风很静，月光柔和地洒落。他一边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，一边用力地扇我耳光。他说，贱女人，你是不是很后悔当初离开我？你跟的那个有钱人凭什么瞧不起我？求饶啊，学狗叫啊，我就放过你。可我甚至不认识他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他掐着我脖子的手忽然一松，改为温柔抚摸我的脸。他说，我是你男人啊。我总觉得他好像并不全然陌生，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我用尽全力挣扎，竟然真的摸到了手机。快捷键会拨回最近的一通电话。嘟嘟嘟，2声响过。许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挂断。那人发现了端倪，他残忍地笑了一声，把手机揣进口袋，然后掰断了我右手的每一根手指。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把弹簧刀。在我还有意识和知觉的时候，感受着刀刃切进左手手腕，被一点点拉扯锯下来。刀尖划开脸颊，撕下一张坑坑洼洼的脸皮。他说，贱人，看你还怎么拿这张脸去勾引别人。我不记得我是痛死的，还是失血过多而死的，只记得那天夜里，旷野的风呼啸着吹过我血肉裸露的脸颊。可能是人临死前会想起一些美好的事情。我茫茫然然想到了5岁前，为了生下许泽，我妈把我送到了乡下。那里原本只有年迈的外婆一个人住，她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给了我人生中全部的温暖。树上最嫩的香椿尖儿被她掐下来，用水烫过，炒鸡蛋给我吃。
我妈打来电话说许娇想吃香椿了，可菜市场买不到。外婆说，哎呀，今年雨水太少，香椿没长出来呢。挂了电话，顽皮的小老太太冲我眨眨眼睛，笑了。我始终记得那天晚上弥漫在舌尖的滋味。可是5岁那年，外婆病逝了。许泽才1岁半，我妈就被迫将我接回家。她因此看我很不顺眼，悄悄跟我爸说，这孩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？怎么连他外婆都克死了？我木然地看着他。其实5岁的孩子对生死还并不怎么懂。我只知道，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在几个人中坚定不移地选择我。我从此是永不被偏爱的小孩。呼吸停滞的下一秒，我的灵魂被风拉扯着从身体里飘出来。我看到那个人从车的后备箱拎出一把斧头，砍断了我4肢连结的骨头。我看到星空下，火车疾驰千里，穿过静悄悄的田野。我看到高楼大厦的某一间，小女孩忽然从噩梦里惊醒，只哭喊一声，就被冲进房间的爸妈搂进怀里，拍着背安抚。最后的最后，我看到许娇打着呵欠从床上醒来，在我妈的催促下洗漱完毕，换上出门纱。我回来了。死后，我还是回到了这个家，参加了许娇的婚礼。那个男人强暴我，杀了我，肢解了我，还拿走了我的手机。许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，他只是冷着脸告诉爸爸，许桃连我的电话都不肯接，只让她男朋友告诉我，她嫌我们一家人恶心。我爸震怒，拍着桌子骂我畜生。似乎做生意的人都比较迷信。他喜欢许娇，是因为他出生后，他的生意飞速发展，2年资产就翻了几倍。那么我出生后，他的厂子遭遇危机，险些破产。他因此厌恶我，觉得我很晦气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我爸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，所以许娇可以去读10多万1年的中外合资大学，许泽可以补700块1小时的课，而我在1线城市读大学，每个月1200块的生活费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就待在这个家里，冷眼看着他们正常生活，看着我妈给许娇打电话，问她回门时想吃些什么。许娇撒娇说想吃海鲜。我妈去早市买的时候，正好撞上我们儿时邻居带着他女儿梦梦出来买菜。梦梦和我是从小到大的同学，后来又进了一家公司，算不上很亲密的朋友，但至少比较相熟。我妈羡慕地说，养梦梦这种女儿真是贴心啊，一回来就帮着你买菜拎菜。不像我们家那不懂事的许桃，她姐姐结婚都不回家，还找个男朋友来骂我们。哎，梦梦有些惊讶，阿姨，许桃没有男朋友呀？我妈愣了愣，看着她。她在隔壁市场部，一直忙得要命，哪有时间交男朋友呀？她说，而且许桃也很关心您呀，上个月发了奖金，我们去逛街，她还买了个金镯子，说等她姐姐结婚的时候，回家就送给您。茫然无措的表情只从我妈脸上一闪而过，很快又褪成我熟悉的冰冷的讥讽。她说，许桃就是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好，你不知道她在家对我们是什么态度。见状，梦梦和她妈也不能再说什么，客气告别。我妈买了很多许娇爱吃的海鲜，拎着满满2大兜东西回家。站在门口，她掏出钥匙要开门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我的号码。赵素女士吗？我们抓到了一起恶性连环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，从他的身上搜出了这个手机，看备注，您应该是机主的母亲。犯罪嫌疑人已经交代了埋尸地点，可以麻烦您和家人过来州城一趟吗？在我最叛逆极端的青春期，
曾经很多次痛苦地想过，如果我就这么死了，他们会不会后悔呢？我的妈妈会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呢？现在我终于知道了。远景说完那句话，他淡淡地应了一声，哦，就挂掉了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开门进屋，把海鲜倒出来，开始处理那些虾蟹。大概是不小心，虾须刺破了他的手指。他举着受伤的手指去客厅拿药箱。许泽就是在这时候推门进来的。他仓皇失措，无助地看着他，嘴唇颤了颤。妈，许桃她……哦，刚才接到一个诈骗电话，说许桃死了。我妈一边低头找创可贴，一边说：开什么玩笑，许桃过得比谁都逍遥自在，这些骗子打电话前不调查的吗？妈，那不是诈骗电话，许桃她真的死了。许泽痛苦地说，远景给我和爸都打电话了，爸正在开车往家里赶。我妈的动作一下停住了，她抬起头看着许泽。窗外的日光落进来，攀过他眼尾的细纹，落在那双总是冷漠注视我的眼睛里。这副情绪不明的表情一直维持到他们坐上高铁，去往千里之外的警察局。我妈并不是寡言的人，但一路上出奇的沉默。许娇握住她的手，轻声安慰：妈妈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桃桃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啊。我妈第一次无视了她亲爱的大女儿的话，漠然地抽出了自己的手。许娇僵了僵，眼中浮现出伤心和不忿。走进警局，2个员警接待了他们。年岁稍长一些的那个先安抚了我妈2句，然后才告诉她，我的尸体找到了，我们已经尽可能进行了缝合，但有些零碎的肢体被犯罪嫌疑人带走。根据他自己交代，可能……说到这里，他的话忽然顿住，眼中掠过一丝不忍。我妈抬眼看着他，说出了一路以来的第一句话：可能什么？可能被煮食了。我妈点了点头。大概是他的表情比远景预想中平静太多，以至于过去的路上，那个年轻的远景回头望了他2次。我的尸块已经被缝合到一起，做过了清理，但因为生前遭受过折磨，脸和五官都已经变得模糊，四肢也已经浮肿。尸体的气味实在算不上好闻。看到我的下一秒，许娇忍不住捂住嘴，转身跑出去，扶着墙干呕。犯罪嫌疑人齐北，这2年流窜在州城，犯下3起杀人分尸的恶性案件。他专挑城市里独居的年轻女性，下手前还会对她们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以确保不会被人发现。但这一次，被害人许桃的尸体埋得不深，前几天州城下雨，被雨水冲了出来。有进树林采木耳的人发现了他。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到那个男人的脸会觉得熟悉？大约1个月前，我在公司附近见过他。那天下午，州城飘着毛毛细雨。我走出公司大楼，我妈打来电话，说许娇1个月后办婚礼。她命令我回家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我在外面半年，你们家没一个人联系我，现在凭什么让我回去？我妈怒气冲冲，许桃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，这也是你的家，这也是我的家吗？是每次回去只能在许娇的钢琴旁支一张小床，是我故意夹走了盘子里的最后一只鸡翅，我爸就拍了筷子骂我没教养，是我来月经时弄脏了沙发套，我妈嫌弃地看了一眼，让我结束后自己洗。这样的家吗？妈妈，我没有家呀。我笑着说完，挂了电话。几步之外的雨幕里，男人穿了件黑色外套，站在那里，面容有些模糊。目光相对的一瞬间，
他不自然地偏过头去。只是那时我胸口被某种酸胀的情绪填满，无暇顾及路人的异常，所以他早就盯上了我，并在听到我和我妈那次吵架之后，认定我是个可以下手的目标。那天夜里的疼痛好像卷土重来，这一次降临在我轻飘飘的灵魂上。我在空气里蜷缩成一团，浑身好像千疮百孔地漏着风，很疼，比那天晚上还要疼。可我却又忍不住抬起头，直直地盯着我妈的表情。到这个时候了，我还在寻找，她会不会后悔？会不会难过？会不会有我1%的痛？在远景的带领下，我妈去现了那个凶手。据说他的作案动机很简单直白，就是因为前女友抛弃他，投向了有钱人的怀抱。对方还设局，让他把家底都拿出来赔了个干净。从此他走向极端疯狂。下手的几个被害人，多多少少也都和他的前女友有几分相似。隔着玻璃，审讯室灯光冷峻。他抬起头看着我妈，忽然咧开嘴笑了，似乎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。他也想让别人和他一起痛苦。当着我妈的面，他开始讲起我死前的细节。不小心让他拿到手机，还拨了通电话出去，还好对面挂断了。是拨给你的吗？你女儿哭起来可真好看啊，也跟那个贱女人更像了，所以我拨下了她的脸。她疼得眼泪都流不出来，还在叫妈妈。远景厉声喝止，够了，不许刺激被害人家属。我妈站在玻璃面前，脊背仍然挺得笔直，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凶手。她不说话，也没有掉眼泪。我飘在她面前，和她面对面。她看不到我，也听不到我。我说：妈妈，我恨你。那天晚上，那个被侵犯后又活着被肢解的晚上，我感受了人类能够承受的最极致的痛楚。血涌出来，把我的视线完全染成血红色，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绝望的嘶鸣。风声、虫鸣，枯叶簌簌落下，真菌在湿润的木头上生长，无数噪音合奏成鼓点，在我耳边响起来，震耳欲聋。我一直在叫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好疼，救救我，妈妈，救救我。人类最绝望无助的时候，会下意识叫出这样的称谓，期待或许有奇迹发生。然而没有。你在家里温暖的大床上，正在做一个好梦，梦到你心爱的大女儿许娇出嫁，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许泽在追求的女生发展稳定，读的是一所很不错的大学，热门专业，毕业后就有好工作。你的梦里永远没有我。从警局出来后，他们按照警方查到的地址，去我的出租屋收拾遗物。毕业后我就留在这里，工作生活整整2年。他们从没来过。坐在车里，我妈忽然叫了一声娇娇。许娇忐忑不安地看着她，眼睛里藏着掩不住的心虚。许桃临死前那通电话是不是打给你的？许娇张了张嘴，一时莫能发出声音。一向伶牙俐齿的她竟然找不出合适的理由。最后她说4点就要起床化妆，我很早就睡了，可能在梦里不小心按掉了。她挤出几滴眼泪，让自己的伤心看上去真心实意。我妈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仿佛只是随口一问。也是，她叫许娇，从来都是娇娇。提起我，直呼其名。我坐在车里许久，才渐渐从刚才那股濒死的疼痛里缓过神来。许娇眼尾染着一点细碎的泪光。我漫无目的回忆着，想起有关我们3个人的名字。许娇是他们娇宠的第1个孩子，
许泽是上天赐予的恩泽，而我的名字，出生后不到24小时，我的同胞哥哥就停止了呼吸。医生说，胎儿在母体中发育不良，导致了器官衰竭。病床旁有个老太太传授经验，这种情况肯定是另一个娃儿把这个的营养抢了。我在乡下接生那几年见过的。你看你女儿长得多好。我妈倚在床头，怨恨又迷茫地看着我。我满月时，她仍然没给我起名字，直到外婆打来电话。今年老房子前的桃花开得正好，就叫许桃吧。我爸找人算，说桃字好，桃木辟邪，能镇住我不吉利的命格。车内一片死寂，许泽打破了沉默。他有些不自在地说，莫想到许桃运气这么不好。我妈忽然转头看着他，你叫她什么？许泽愣了愣，他向来叫许娇姐姐，连名带姓的叫我。这在我们家是心照不宣被默许的。许桃是你姐姐，我和你爸能这么叫她，你不能对她直呼其名，很没礼貌。许泽从小被宠到大，我妈突然的发难让他不知所措，最后只能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妈，我们是把二姐火化后带回去吗？我妈冷淡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的出租屋不算很整齐，30平的一居室，床旁边摆着的就是沙发和茶几。茶几上半个吃剩的柚子已经浅瘪，沙发上搭着毛毯，地上乱七八糟地散落着很多书籍。许泽有轻微洁癖，他很明显想说些什么，看了我妈一眼，到底没有开口。我妈随手捡起一本，是有关心理学的。她愣了一下，翻了几页，手指忽然捏紧了。有关自毁倾向和原生家庭的那2个章节，被我用笔画了很多线条。这几页松松散散，一翻就到，显然是被反复看过很多次。他拉开旁边的小柜子抽屉，医院的病历和心理医生的谈话记录，几个空药盒，最里面放着一小叠机票和高铁票，大多是去一些热门的沿海旅游城市。不大的房间里挤着4个人，大家都能感受到某种沉重又粘稠的气氛正越压越低，不动声色地包裹住他们。许娇先受不了了，他指着最上面那张去海南3亚的机票，故作轻快地说，还好，淘淘走之前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他去玩过的地方比我们都多呢。这是从前诸多他用在我身上的招式之一，在家里人面前装作随意的提起，我没有他们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乐。我对外人总是很好，不像在他们面前那样歇斯底里，剑拔弩张，以此来佐证我的凉薄和无情。但今天这一招忽然不管用了。我妈猛地回过头，用一种冰冷到可怕的目光盯着他。妈妈。许娇刚吐出2个字，一个重重的耳光就落在了他脸上。他被打懵了。我爸一向疼许娇，连忙走过来护着他，皱着眉说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打孩子做什么？我妈手里正拿着我在心理医生那里的谈话记录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一些自残行为的？上初中后。对家庭没有归属感呢。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多余？5岁的时候，姐姐说我应该和我哥一起去死。如果不是我，她会是独生女，享受爸爸妈妈全部的爱。我妈也说我天生坏重，害死了哥哥。轻生念头出现的频繁吗？家里有没有？她嘴唇颤动着，好像被某种迟来的痛苦渐渐笼罩。你在我们面前装得这样乖巧。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茫然，背地里都跟许桃说过什么话呢？我爸不赞成地说，许桃本来就不吉利，娇娇也没说错什么啊。你闭嘴！
我妈尖声叫道，面上浮起一层不正常的潮红。许泽担心她的身体，连忙走过来扶住她。爸，你明知道我妈心脏不好。许桃死都死了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打娇娇。我爸眼睛一瞪，许娇好像被那一耳光打懵了。他望着我妈，半晌，忽然露出甜美却带着恶意的笑，像是每一片花瓣都浸出毒液的花朵。妈妈，你忘了吗？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什么也不知道，许桃害死了弟弟这件事，还是你亲口告诉我的呀。许泽勃然大怒，许娇，你怎么敢这么跟妈说话？他们两面对面站着，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，在我狭小的房间里，为了我的死互相争吵，指责彼此。我就飘在沙发上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直到门铃声响起。是房东太太，她就住在楼上，开门口瞪大了眼睛，你们是谁？许桃呢？这房子的隔音并不算太好，关不住4个人情绪肆意的争吵。他喜静，我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向来没时磨响动。这句话被问出后，我眼睁睁看着4个人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，突然没了声音。良久，我妈开口，我们是许桃的家人，她已经过世了，我们来收拾她的东西。房东太太震惊不敢置信，最后竟然掉了眼泪。她上楼的时候哭着念叨，多好的姑娘，怎么就这么不幸运？我是不太幸运，从出生到如今都是这样。被打断后，他们吵不下去了，又开始闷头收拾我的东西。其实有什么可收拾的？我来去赤条条，唯有一点心头挂念，却也不肯挂念我。最后，我妈坐在沙发边，兀自翻着诊疗记录。又是黄昏了，血红的曦光穿过玻璃洒进房间里，窗外传来汽车鸣笛声。她动作停住，神情渐渐恍惚。是想起了什么吗？比如那天傍晚的马路边，她挽住我，被我稍微推开一点，就迫不及待地收回了她的爱。对我，她永远这样吝啬，这能怪我吗？我妈合上谈话记录，沙哑着嗓音开口，她从小就不懂事，和我不亲近，家里3个孩子，我肯定喜欢和我更亲的那个啊。不，妈妈，你错了，你弄错了因果。刚被接回家那阵，我本能地察觉到了你的冷淡，所以一直在试探。许娇说要帮忙干家务，你笑着说小孩子家会什么，快去歇着。我说帮你洗碗，你忙不迭地同意。又因为我打碎一个碗，就戳着我的额头骂我笨手笨脚。妈妈，我又一次沙哑着嗓音，说着他们听不见的话，声音里支离破碎的哭腔已经掩饰不住。妈妈，你带我来这个世界上，我什么也不懂。你怎么爱我，我就怎么爱你。我的爱是回馈你的爱的一面镜子。所有的东西，我朦胧学会的冷言讥讽，歇斯底里的情绪宣泄，都是你教给我的。在这个家，你对于我的意义和其他人都不一样。我曾经在你的肚子里和你血脉相连整整10个月，这种连结直到我出生后还是藕断丝连的存在着，以至于我走到千里之外，他仍在若有似无地拉扯我，以至于我死后还是被这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灵魂也回到他身边。我试图说服自己，世界很大，人生辽阔，不必被原生家庭的牢笼困住。我去看山，看海，收起戾气，每一天都按时吃药。可路过某座城市，在游乐园看到一个拽着红气球，挽着妈妈的手路过的小女孩时，我还是会突然愣在原地，看着她，就像小学的时候，同桌带着小女孩特有的得意告诉我，
他考砸了，他妈训斥了他。他故意跑出家门，他妈好不容易找到他，抱着他哭了，说自己好怕他走丢，再也不训他了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能这样做的是被爱住的小孩。所以又一次被我妈关在杂物间反省时，我忽然推开门跑了出去。我离家出走了，坐在社区的旧秋千上，望着夜幕里稀疏的星星，在心里反复排练着，如果妈妈因为担心来找我，我要说些什么呢？那毕竟是妈妈呀，不能让她太难过，就告诉她以后对我好一点就好了。可是我一直等到半夜，乌云遮住月亮，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，没了星星。我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，整个家里静悄悄的，大家都睡了，谁会出来找我呢？第二天早上，我背着书包出门，我妈坐在餐桌前吃着早餐，淡淡地说：“还舍得回来呢？我以为你要一辈子住在外面，家里还能少张嘴吃饭。被爱的小孩才敢撒娇，才有资格耍小性子。我永远都没有走出童年的怪圈。5岁以后，我都在无人引导的世界里焦躁地横冲直撞。我问过我妈很多次为什么，我几乎是在祈求她爱我，不需要最爱我，只需要爱一爱我，像对许泽和许娇那样就好。你并不是不会，为什么用在我身上就不行？为什么啊？没有答案。夜幕降临，他又翻过一页，还没来得及看，警局又打来电话。抱歉赵素女士，这几天刚抓到犯人，局里有些忙不过来。您女儿还有一些遗物留在这里，您有空过来取一下吧。我妈和许泽一起出了门，外面华灯初上，车水马龙。他低头走了好一会儿，忽然问许泽：“你说许桃是不是很恨我？”“不会的。”许泽明显吓了一跳，好几秒后才干巴巴地挤出一句：“妈，你毕竟生下了他，就像那个杀人犯说的，他临死前还在喊你，怎么会怪你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沉默下来。许泽也已经21岁了，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。一直以来，他都不太喜欢我，只是不像许娇的恶意表现的那样明显和主动。大多数时候，他都是默默地站在许娇身后，做那个支持他的人。但小孩子的行为，只不过是在模仿家里掌握生杀大权的大人。如果没有得到爸妈的默许，许泽和许娇绝对不敢如此针对我。我跟着他们，第2次来到了警局。袁警递给我妈一个遗物袋，里面的东西很简单，一串钥匙，一包纸巾，一个荧幕裂成蜘蛛网的手机，和一个染了血的、已经完全扭曲的金镯子，里面夹着一张揉皱的卡片：“生日快乐，妈妈。”月光如织。我妈愣愣地盯着那个金镯子，盯着卡片上被血迹模糊的字迹。良久，她面对我永远或冷漠或情绪激烈的眼睛里，渐渐有水雾涌起。在我死后的第7天，我25岁这一年，我的妈妈终于生平第1次为我流下了一滴眼泪。钟表指针拨回1个月前。接完那通电话后，第2天我去公司，隔壁工位的同事告诉我她怀孕了，希望是个女孩子呢。她把手搭在还很平坦的小腹上，唇边噙着柔和的笑容。我最喜欢女儿了，怀上她之后总喜欢吃柳丁，以后小名就叫柳丁。她是部门里最风风火火的女强人，可提到她的孩子时，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温和恬静。察觉到我在愣愣地看着她，她转头看着我：“许桃，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我摇摇头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出生前，我妈检查出怀孕，
也像那样温柔地搭着小腹。他说：“桃桃，就叫桃桃吧，怀你的时候我这么喜欢吃桃子。”是我以为的，梦想中的爱意。我又去看了医生，他说：“如果怎么都走不出来，就往回走走看吧。有些东西已经不是吃药治疗能缓解的病症，变成了困住我的心魔。”我去买了那个金镯子。再有2个月就是我妈的生日，桂姐笑盈盈地问我，要不要给妈妈写张祝福卡片呢？我说好，然后从她手里接过了那支笔。我想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吧。如今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，她也已经走向苍老和衰亡。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，可悲可怜可憎。我总有期望，永远奢望他还能爱我，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那天雨里，我接了那个电话，因此我的命运早在1个月前就被注定。我的骨灰和遗物被带回了家，安置在郊区的陵园，与我同胞的哥哥也埋在那里。装他的骨灰罐子很小很小。下葬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但没下一滴雨。我妈在墓碑前站了一整天，她的悲伤后悔已经初见端倪。我以为我会快意，会解脱，可事实上，我看着她的痛苦，心里只有无尽的漠然。余生几十年的疼痛和情绪，都在那几个小时爆发了，用尽了。晚上，我妈回家后，在沙发静静地坐着。她已经退休了。许泽回学校，我爸在厂里忙，许娇回到了她和宋斐的小家。每个人都在这个短暂的插曲后，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生活。良久，我妈忽然扯了扯唇角，露出一丝笑。淘淘，现在就剩我们俩，停在这儿了。第二天，我妈很早就起来，去了趟菜市场。因为经常买海鲜，她一过去，摊主就在热情地推销，说今天的虾很大，很新鲜，保证您女儿喜欢吃。我妈怔怔地说，我女儿海鲜过敏呢。摊主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，到底没说什么，又去招呼别的客人了。我妈挎着竹篮，在几个菜摊前走来走去。她拿起胡萝卜，又放下；拿起青椒，又放下。这举动实在奇怪，以至于摊主委婉地提醒：“您要做什么菜，我可以给您推荐推荐。”我看着她站在原地，费力地回想，眼神迷茫。忽然明白了，她不知道我爱吃什么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拥有过像许娇那样点菜的特权，也不像许泽一样挑食。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一直都是他做什么，我吃什么。最后，摊主从下面的柜子里取出一只小竹筐，推到我妈面前。今天新到的州城野生木耳，很新鲜，买点回去烧肉。州城，木耳。这2个词大概像是一柄尖刀刺入神经。我妈攥着一小把木耳，忽然弯下腰去，眼泪一滴滴往下掉。淘淘，淘淘，这样亲昵的称呼，她当着我的面叫出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可如今我已经死了，又怎么能听到呢？她什么也没有买，拎着空空如也的竹篮回到家里。呆坐了一会儿之后，他起身给许娇打了个电话，语气很冷淡：“你的钢琴半年就没学了，还要的话，我就找人给你送到你家；不要的话，我就让收废品的人上门抬走。”许娇突然哭了，她抽抽噎噎地说：“妈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难道我出嫁了就不是这个家的女儿，就不配在家拥有一个房间吗？你的卧室给你留着。”我妈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许桃的房间，我要收拾出来。”许娇不说话了。人不能未卜先知。
我死前打给他那通被挂掉的电话，虽然不至于让他为我的死负什么责任，却让他在这个家的位置变得很微妙。我妈动作很迅速，第二天上午琴房就被腾空了。她在家具市场逛来逛去，试图找出和当初被扔掉的一模一样的床和衣柜，但最后也没找到完全一样的。他把那些透着陈腐气味的衣服从杂物间拿出来，一件件展平，挂进衣柜里。总共也没有很多件，何况都是我上学时买的，就算活着也穿不上了。然后他出门，找到一家金店的工匠，尽可能修复那个镯子，戴在了手上。我的遗照被放在房间里，每天我妈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去把它擦得干干净净。我不明白她想做什么，补偿吗？还是想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呢？生前我是那样绝望地渴求着她的爱，哪怕给我一点也好，可死后才得到。我有些暴躁地在房间里飘来飘去，想把书架上的东西扫落，想把他新换的床单被罩扯起来丢掉，像从前无数次吵架那样指着他骂些伤人伤己的话。不要再惺惺作态了，妈妈。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，伪造出爱我的假象。难道连你自己都信了吗？可我说不出来，说出来了他也听不到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作为一个灵魂体存在，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。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消散去投胎呢？还是会以这样的姿态，永远困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家里，冷眼旁观他们的幸福人生？好在很快就有了答案。那天下午，我妈忽然接到许泽学校里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说许泽和同学打了一架，出手很重，对方受伤严重，许泽要被退学，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总之希望监护人尽快来学校一趟，办理退学手续。我妈握着手机愣住了，魏石魔，他还有大半年就毕业了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和同学打架？学校那边给的说法委婉客气，还算是体面，因为一些情感纠纷。实际上是许泽追了很久，就差一场表白的女生被另一个男生截胡了。他不敢置信地跑去质问，那男生握着女朋友的手，无奈地笑笑，自己的亲姐姐死得那么惨，你还有心情谈恋爱？谁敢和你在一起？许泽暴怒地扑上去，两个人扭打成一团。冲动间，他抄起玻璃杯砸在那个男生额头上，结果碎片扎进了太阳穴。因为是他先动的手，且对方受伤更重，退学已经无可避免。更要命的是，对方家长已经报了警。在我面前向来嚣张跋扈、不可一世的许泽，在看到我妈的一瞬间就哭了。我妈还算冷静地坐下来，和对面的父母商量赔偿事宜。他们一开始很坚决，说要上诉，就算坐不了太久牢，也要给许泽留个案底。直到我妈提出用100万达成和解。最后，虽然许泽退学了，但至少免除了牢狱之灾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表情颓然到极点，忍不住说了句：“许桃人死都死了，我谈个恋爱怎么了？还不能正常生活了吗？”我妈猛地扭头看着他，他那仿佛打量陌生人的目光，让许泽打了个寒战。怎么了，妈？我妈摇摇头，哑声说：“回家吧。”许泽现在只有高中文凭，没有好点的公司会要他。我妈让他跟着我爸去家里的厂子，准备以后接手家业。因为确实辛苦，许泽不情不愿，但也知道别无他法。而就在他进厂后的第3个月，发生了一件事。一个工人的右手卷进机器里，被绞碎，鲜血淋漓地送到医院里，勉强保住了性命。
但他妻子刚生产不久，孩子还小，家庭从此失去了顶梁柱。而我爸钻合同的空子，最后不但没有赔偿，反而以操作不当致使机器损毁为由，向那个工人索要赔偿。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工人出院后，带着一把刀闯进厂子里，找到我爸，用架在脖子上的刀刃，逼着他把2只手都塞进了机器里。这一幕发生的时候，许泽就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。那是他的亲生父亲，可他甚至不敢上前夺下那把刀，只敢在事情发生后把我爸送进医院，然后给我妈打去电话。我跟在他身后飘进医院，看着我妈走过去，对着无措慌乱的许泽就是一巴掌。那是你爸爸，你就不能制止一下，救救他？许泽被打得眼圈都红了，嗫嚅着说：妈，那人带着刀啊，多可笑！他敢为一个女生和同学扭打成一团，可是不敢为一直很疼他，还准备把家业给他继承的父亲夺刀。我爸的右手莫能保住，左手也只剩下2根手指，光秃秃的手掌看起来狰狞恐怖。他说疼。我妈盯着纱布上的血迹，忽然怔怔地问：你说那天晚上淘淘是不是比这还疼？他一直叫我，一直叫我，我没有听见。我怎么就能没有听见呢？没有答案。妈妈，你怎么现在才懂？有些问题永生永世没有答案。我爸出院后变得颓然沮丧，而许泽的能力一个人又撑不起这个场子。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许娇带着宋斐回家了。他提出他们夫妻和许泽一起管理。我妈盯着他的脸看，那张娇美的脸上有几块淡淡的青紫色，似乎是受伤后又快要痊愈的。怎么回事？我妈把许娇拉进房间里，问了2遍，她就哭了。许桃死后，宋斐对我就一直不太好，再加上之前爸说要把厂子给许泽，他就和我大吵一架，说爸再疼我有什么用，家业还不是给儿子。我和他吵了一架，他说许桃根本就不是那么坏，说如果不是我们在他面前造谣，我半夜潜进他房间勾引他，他肯定不会和许桃分手的。他还动手打了我，说我故意不接电话，害死许桃。妈妈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？许娇一路娇生惯养的长大，他们连重活儿都舍不得他干，何曾受过这样的疼痛？他娇滴滴的，渲然欲泣的看着我妈，泪盈于睫，希望他能给自己做主。可我妈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他说的有错吗？许娇整个人僵住，不敢置信的看着他。你多恨许桃啊？许桃从来不主动联系你，他给你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，甚至有危险。你挂掉电话的时候在想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他漠然地路过许娇，走了出去。我努力地倚着墙靠着，仿佛这样就能给自己一点支撑的力量。原来我妈也可以很聪明，也可以很敏锐地洞察出许娇的小心思，也可以无情地戳穿她的小把戏，挑破她对我的恶意。可为什么我活着的时候一次都没感受过？一定要死后才来告诉我这一点。晚饭的时候他们又吵起来了，无非是为了那个厂子的归属。我从未肖想过，但许泽和许娇都理所当然觉得那是他们各自的。他们开始争吵，互相揭短，但说来说去，话题竟然都绕不开我。许泽说，当初你弄坏了妈的丝巾，还不是推给许桃，你怎么有脸说我？许娇说，许桃高中的时候为食魔被霸凌，还不是你上学路上解了她的内衣带子就跑，正好被他们年级那几个混混看到。
许桃一去上大学，你马上让正在气头上的妈把她的卧室改成琴房。你有什么天赋？学个屁的钢琴，以为别人不知道你的心思？你有脸说我？不是你撺掇妈妈让许桃报本地的大学，这样她就能帮忙做家务，你连自己的内裤都不愿意洗，都要丢给许桃。吵吵嚷嚷，闹得真难看啊！我妈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她忽然站起身，够了，许桃都死了，你们还不肯放过她？这个一地鸡毛、腐朽难看的家庭，像一幅徐徐摊开的恐怖画卷。我妈撑着桌面，胸膛剧烈的起伏。许桃死得那么惨，连邻居，连她的房东听到都会哭，可你们一滴眼泪都没为她掉过。现在来整这些烂事，还要把她扯出来，你也够了。我爸倏然打断了他，我体谅你丧女之痛，但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？赵素，我在医院疼得整夜睡不着，不见你来安慰我，就知道提许桃。早上不帮我买早饭，也要回去擦他的遗照。要我说，他就是不吉利，选在他姐姐大吉之日死，那么不吉利。我们家现在运势这么差劲，弄不好就是他搞的鬼。他定了定神，冷冷地说，我已经找大师帮忙算过了，他说只要把许桃的骨灰迁出坟墓，做一口井，镇压在18层地狱，他的命格就不会再克到我们家了，以后我们还会顺顺利利。真是死了都这么晦气。我妈不说话了，她像是一朵枯萎的花，一瞬间失去了所有残存的生机。良久，她终于抬起眼睛，用某种刀刃入骨般的目光一寸寸扫过面前的几个人。薄情失德的我爸，表里不一的许娇，自私冲动的许泽。这个家看似其乐融融的外表下，早就像块烂木头一样，腐烂的千疮百孔。从前我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只不过是靠着对我的厌憎和恨意作为纽带，勉强维系着表象。可现在我死了，以我的惨死为导火索，我妈至亲至爱的丈夫和儿女，终于在她面前袒露出可怖的真面目。看着眼前面色各异的3个人，哦不，是4个，还有事不关己一般的宋斐。他忽然平静下来，语气也温柔的不像话，你们说的对，许桃才是这个家唯一不吉利的人，我们不该为了他吵架。坐下，吃饭吧。我看着，其实并不觉得意外，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。只是这一次洗过碗之后，我妈把自己反锁在我的卧室里，她拿着我的遗照，指尖颤抖着，轻轻抚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桃桃，这么多年，你实在是受了太多委屈，是我们亏欠了你，是妈妈亏欠了你，妈妈会让大家一起来给你赔罪的。她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药瓶。这些天，他总是被噩梦惊醒，去医院开了些安眠药。我看着他把一整瓶药片磨碎了，融化在水里。第二天，他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每道里面都放了安眠药。他们吃完，昏昏欲睡，各自回房间睡了。而我妈，她打开所有房间的门，把大门反锁，所有人的手机收起来，砸掉，和家门钥匙一起丢到窗外，然后关紧所有窗户，打开煤气开关，灶火拧到最大，再用水浇灭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抱着我的遗照坐在沙发上，静静地等着死亡降临。我飘到他对面，看着他，像那天在审讯室的玻璃外一样，和他面对面。我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瞳孔渐渐散大，嘴唇染上妖异的樱桃红色。我说，妈妈，为什么要这样？用死赎罪就一定会被谅解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我会永远恨你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他的生命渐渐散去，我身上那若有似无的血缘纽带也在淡去。我往门外飘，飘到门口的那一刻，那束缚彻底消失无踪。我听到我妈的声音：淘淘。小心翼翼，狂喜至极。淘淘，是你吗？先别走，淘淘，妈妈想看看你。我没有回头，生前不见最后一面，死后也别现了。妈妈，我的灵魂渐渐碎成粒子，溶解在风里。我好像看到了外婆，她穿着那件柔软的花布衫来牵我的手。她说，我已经提前替我们淘淘考察了20年，物色了一个很好的家庭。下一世，我们家淘淘一定会幸福。到时候，外婆还做你的外婆。在门前种一棵香椿树，一棵桃树。夜深了，一时还没有完全消散，我因此见过了这世上最绝美的风景。无数流光划过夜空，散落在山海之间。原来今天晚上有流星，据说对着流星许愿会实现。那么来生，我想有爱我的爸爸妈妈，不需要很富有，只要过生日的时候有蛋糕，去游乐园的时候有一只红气球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